在陆地战场上，装甲车辆尤其是坦克的性能和数量一直左右着战场胜负的走向。但是随着反坦克武器弹药的发展，装甲车辆现在仅靠肉体去硬扛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了。哪怕战车的被动防护系统正通过增加厚度、改变结构，通过新技术研发，如电磁装甲、灵巧装甲、动能转换装甲等新概念装甲。好吧，新装甲确实挺香的，不过这种被动挨打防护可不是火力军风格的，所以即便是防护，火力军还是更喜欢战车的主动防护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抢在敌人武器命中己方装甲前，把来袭的反装甲武器给干掉。这样一套防护系统主要由探测、控制、对抗三大分系统构成。探测系统是要让 APS 能够看清来袭导弹是谁、从哪儿来的。现在主要由激光告警、紫外线探测、雷达探测跟踪等多种方式。控制系统则是 APS 的大脑，要拦截谁、怎么拦截，都由它向对抗系统发号施令。而最后的对抗系统就是反击时用的武器，主要负责进行物理毁灭，摧毁来袭反装甲武器。若是按照作用原理来，其大致可分为软杀伤和硬杀伤两大类。当然，火力军比较喜欢硬的，因为弹药间的碰撞才是男人的浪漫。软杀伤系统是利用烟幕弹、干扰弹等手段迷惑或干扰来袭导弹的导引或寻地系统，其中有以烟幕弹和红外干扰诱饵弹技术最为成熟。目前的烟幕弹已经可以做到1秒产生烟幕遮蔽，持续时间10秒以上。而且由于反坦克制导武器使用的多种波段，现代的烟幕弹除了可以提供常规的视觉遮蔽外，也涵盖了更宽的频谱。只要我不断释放，敌人反装甲武器就一直打不到我。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态，如果想要发挥出最大效能，只有在威胁警告器的协助才可以。而除了这些物质性的反制措施外，另一类的软杀伤系统则是依靠发射辐射信号，通过各种干扰和迷惑来起到反制措施，达到打偏早爆的效果。不过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方式，火力军总感觉不踏实，软绵绵的。但是硬杀伤系统就不同了，它属于中近距反击防御系统，是在车辆周围的安全距离上构筑一道主动火力圈，在敌人武器来袭前，通过3个分系统启动反制措施，击毁来袭导弹。这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圈一样，属于绝对领域。无论来袭弹药采用何种制导方式，无论是无制导的反坦克火箭弹和炮弹，硬杀伤系统都能拦截。简单的说，软杀伤是让导弹变瞎子变傻子，而硬杀伤则是他强任他强，我自一力挡之，拒敌于本体之外。这种以攻代守的新理念防护，在有限的增重下，极大增加了车辆的生存概率。有资料显示，加装主动防护系统的装甲车辆，其生存概率可以提高1倍以上。若是来袭的轻型反坦克武器，主动防护系统甚至能使装甲车辆的生存概率提高3到4倍。关于主动防护系统，苏俄起步比较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搞出了世界第一款主动防护系统东，后来将其安装在 T-55 中型坦克上。而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又研制出了更好的东2和竞技场主动防护系统。东2比东强多了，它能探测来袭速度在50到500米每秒范围内的反坦克导弹，择机发射火箭弹，将其拦截于坦克6到7米处。在之后，到了1993年，俄军开始装备窗帘主动防护系统，这是一款非常典型的软杀伤干扰型系统，主要就是利用光电对抗装置干扰敌方的观察和火控系统。而在硬杀伤系统上，俄罗斯还专为 T-14 主战坦克和 T-15 步兵战车研制了阿富汗时主动防护系统。据俄军自己的说，该套系统具备拦截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和穿甲弹的能力，是反装甲武器的克星，甚至夸张地表示，对抗来袭的平右穿甲弹也不在话下。比如这次的俄乌战场上，也曾出现过 T-14 的身影。俄军企图以此来抵御乌军士兵的反坦克武器，但可能是数量太少，或是处于测试，最后也是了无音讯。当然，也不排除乌军士兵用造价$2000的反坦克武器发射500元每枚的火箭弹，就将 T-14 干没了的可能。
由于目前火力军缺乏关于阿富汗时防护系统可靠的一手资料，还真不好评价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 T-14主战坦克量产交付时间一再拖延，这套阿富汗时主动防护系统也将延后服役。而除了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差不多都是在冷战结束后才纷纷投入到主动防护系统研究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研发用于防护轻型装甲车辆的拦截装置，后来为应对敌人不断升级的反坦克武器，美国陆军这才推出了全面主动防御计划，才开始研发同时具备软硬杀伤能力的主动防护系统。为什么之前美国对主动防护系统这么不屑一顾呢？究其原因，还是美军太自信了。在曾经的数次局部战争中，美军的 M1 和其他装甲车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让美军觉得对手都是垃圾，构不成威胁。而如今各种反装甲武器的泛滥，这才逼得美军不得不开始重视战车的防护系统。目前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已经成功嫁接到美军 M1 系主战坦克上了，而且大家用心就会发现，美国其他主力装甲车如 M2 步兵战车、悍马等车辆用的也都是以色列的主动防护系统。M2 用的是铁拳系统，悍马用的是铁幕系统。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美军为什么会对以色列的主动防护系统这么信任？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产品的性能足够好。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便开始了主动防护系统的研究。2010年4月，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开始部署在以军第4代梅卡瓦主战坦克上，这也是全球首款正式服役的坦克装甲车辆主动防护系统。这套防护系统能借助雷达的360度扫描系统，把战车防护得密不透风。一旦有威胁来袭，战利品系统的拦截器会主动发射拦截弹丸，在空中就实现了对来袭反装甲武器的精准点穴打击。如在2014年的城市作战中，以军坦克凭借该主动防护系统，成功拦截了数十枚导弹和火箭弹，这才引起了美军的高度关注并加以采购。同时，它也成为了目前技术相对成熟的主动防护系统。APS 的优点与短板，相对于被动防护系统，主动防护系统的自重很轻，而装甲车辆的重量又与其机动性息息相关。因此，搭配主动防护系统的装甲车辆，其机动性和运输能力绝对有显著提升。加上很多主动防护系统都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因此它还能根据适时的战场情况来灵活选择相应模块，进一步降低自重。其次是主动防护系统的防护力更强，因为它属于主动出击，能抢先一步在来袭导弹命中前将其削弱摧毁。就好比某人全力一拳打你，和某人全力打你时突然被召唤出来的两个人拉住挡住，所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主动防护能达到命中威力减弱甚至不能命中的效果，而被动防护只能硬扛全力一击。另外，主动防护系统的防御范围更广，相对于被动防御只有装甲车辆前端防护能力最强而言，现在大部分的主动防护系统可以提供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最后，主动防护系统更加可靠，它所需要的技术难度也不大，只要足够重视，加大投入，短时间内就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刚才讲的以色列在2006年黎巴嫩冲突失利后，迅速研制出性能不俗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还得到了美军的青睐。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看出，主动防护系统的适配便捷性、防护能力、防护范围几乎包容了被动防御方式，可以使装甲车辆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当然，短板还是有的，比如在拦截高速多用途弹、脱壳穿甲弹等弹种时，还是被动防护更强一些，并且还缺少对付地雷、炸弹的有效手段，又或如拦截弹的数量有限，且发射后难以快速填充，在面对饱和式打击时会非常被动，甚至有可能在拦截来袭弹药时，其爆炸产生的大量碎片会对装甲车辆以及周围协同人员造成2次杀伤。所以现在的装甲车辆最好还是主动被动一起搭载，来应对不同的反坦克武器。当然，这些短板也正是主动防护系统未来发展的方向。从短板入手，主动防护系统的未来应该是朝着小型化、模块化、通用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的。
未来的战场只会更加残酷，因此装甲车辆的机动性要求只会更高。主动防护系统只有小型化、轻量化，才能节省出更多的载重来强化防护。而高集成的模块化、通用化的设计是作战车辆随机应变、系统多平台兼容的重要的保障，增强了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至于智能，这是各型武器发展的大趋势。只有智能化程度足够高，主动防护系统才能缩短系统的反应时间，才能具备辨别目标真伪和判定目标威胁程度的能力，才能用最少的弹药实施高效的拦截。同时，这也是将二次杀伤效应最小化所必走的途径。因为只要智能化达到一定程度，定向能武器才有机会上车。德国有一家公司所研发的先进模块装甲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二次杀伤效应所带来的伤害。据悉，该套系统类似爆炸反应装甲，但相对更加智能。它使用的是一种分布式主动拦截系统，它不使用实体拦截弹，而是用定向能束来摧毁或干扰来袭弹药的。我们熟知的激光就是一种定向能武器，而这种定向能束则是一种密度和速度极高的粉末，源于安装在拦截模块上的重度钝性金属高爆炸药的爆炸。拦截后，粉末会迅速散开并减速，不会四处乱飞，伤及无辜。如此就能有效破解现有的主动防护系统拦截弹，造成二次杀伤难题。最后的最后，未来的主动防护系统能力将全普化。毕竟，随着更多更强的反坦克武器弹药问世，尤其是各种改进型的末敏弹、高速动能弹等不当人武器的运用，以及各型武装直升机、无人机、智能反坦克地雷等对抗武器，纷纷加入了装甲车辆围猎的队伍。因此，在未来，军队对装甲车辆的防护能力只会变得更高。总之，主动防护系统只有具备全谱主动防护能力，才能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反坦克武器弹药，并加以反制。只有集成多种高新技术，采用软硬结合的方式，才能为战车打造一个更可靠的安全屏障。好了，关于战车的主动防护系统，你是喜欢硬杀伤还是软防御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